前面两节我们讨论了巫术文化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更深层的议题——巫术思想的理论化。展银新教授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原始思维并没有消失，它穿上了哲学的外衣，以理论的面目重新登场。今天我们来揭开这件外衣，看看那些看似精深的古代哲学体系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巫术思维内核。第一部分，理论建设的两条道路。当我们说起巫术，常常想到的是那些直观的感性的原始仪式，模仿下雨就洒水，模仿打猎就射箭。但展教授提醒我们，在文明时代还存在着一种理论化的巫术，它不再由原始仪式表现，而是由复杂的哲学概念构成，但它的思维方式依然遵循着原始思维的基本法则。那么原始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泰勒早就概括过，把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现象或经验不适当地甚至无条件地扩大和推广，从而导致脱离实际的错误联想和推理。展教授将这一特征简洁地概括为不顾一定前提和条件的无限制推广。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显著进步，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涌现便是思想理论大发展的标志。然而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原始思维的退场，理论所依赖的逻辑方式既可以是科学性的，也可以是巫术性的。战国秦汉以来盛行的星占术、象地术、象人术、医术、兵法等等，他们赖以建立的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便是包含了浓重原始思维色彩的思想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奠基者邹衍的理论方法有一个极为精辟的概括，他以4个字概括邹衍的方法：推而大之，由已知推向未来，由具体推向一般。如果推得合理，这本来是一种正确的方法，但邹衍的问题是4个字中的后2个字至于无垠，毫无边界的推广，因此他的理论宏大不经，宏大却不合乎常理。第二部分，一条被古人自己意识到的分界线。接下来展教授引用了一段极为珍贵的史料，来自淮南子说山训。这段文字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类推法不是万能的，他们在思考什么样的类推是合理的，什么样的类推是错误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离头于鼠，鸡头已露，蒙散积血，啄木鱼躯，此类之推者也。高之杀鳖，却失众味，烂灰生影，期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推于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翻译过来就是：因为野猫能捕鼠，所以野猫头可以治疗鼠疮；因为鸡能啄食小虫，所以鸡头也就是芡实可以治疗颈漏；因为萌虫叮咬处血液不宜凝结，所以萌虫能散血化瘀；因为啄木鸟善啄蛀虫，所以啄木鸟的喙可以治疗龋齿。这些都是合理的类推。但用杀虫的药膏去杀龟鳖，龟鳖生活在水里，药膏怎么起作用呢？用射天上鸟雀的箭去射洞中的刺猬，位置完全不同。认为烂灰可以生蛆，就像腐肉能生蛆一样；认为油漆被螃蟹靠近也会像螃蟹身上的水一样不能干燥，这些都是错误的类推了。哪些可以类推，哪些不能，往往是是而非，是非而是，谁能彻底搞明白呢？淮南子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这说明到这个时代，思想家已经开始反思和怀疑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用一个个孤立的看似相似的现象就进行因果推导。他们称呼类之推者和类之不推者，实际上就是在画一条边界。但展教授紧接着指出，这种反思的成熟程度不能过分高估。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即使淮南子认为合理的那些类推，野猫头治鼠疮，啄木鸟喙治龋齿，其实绝大多数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仍然是基于互胜原则的一种象征性关联。野猫吃鼠有其天生的能力和消化系统，不会单单集中在头部。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个人有任何相似，也不代表他们能互换能力。猫捕鼠与猫头治疗鼠疮，两者所依据的逻辑并不相同，前者建立在捕食的生物特性上，后者却建立在一种机能凝聚于头部的象征想象上。然而这种细微错位恰恰就是巫术的思维。第三部分，巫术理论化的本质。由此，展银新教授对巫术思想的理论化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这样的理论不再是原始时代那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它是一种经过了高
高度概括的、具有理性精神的认识。他用概念来说话，用体系来组织，用推论来展开。他所达到的抽象程度是原始思维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在原始时代产生，它只能在人类思想水平相当发达的时代，具体说就是像春秋战国这样的思想大发展的时代才可能诞生。但诞生的早晚并不改变它的思维本质，因为它的底层依然遵循着原始思维的基本法则，将个别经验无限制地推广，将表面的相似当作内在的联系，用联想替代因果论证。它和原始巫术不同的不是思维方式，而是思维形式。原始巫术用仪式舞蹈求雨，理论化巫术用五行生克求雨，两者都是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无关关联当成了真正的因果关系。以上是巫术思想的理论化这一议题的总论。本期我们建立了3个核心认识：第一，文明时代的理论中可能隐藏着原始思维的巫术内核；第二，邹衍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方法是这一理论化的典型代表；第三，尽管战国思想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类推的边界，但他们的反思尚未触及巫术思维的根本问题。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将具体剖析文明社会中2种最重要的巫术思想的理论化形态：阴阳五行学说和象数哲学。我们将看到这些看似精微的哲学体系是如何在最根本的思维原则上与原始巫术一脉相承的。